呢一個系列嘅影片係同大家分享我用咗1年多時間逐一拆解嘅學習難題。本片係關於點樣去到描述名詞。喺溫習時，我發現同一個概念，例如凍咖啡，可以有唔同嘅語序。究竟係好似他人所講，香港手語冇語法嘅規則，詞語可以隨意拼合，對方明就得啦？定係我仍未掌握呢一啲嘅規則呢？記得有溝通理論指出，溝通係包含咗編碼同埋解碼。我就喺度諗，收發信雙方都能夠編碼同埋解碼溝通，就必須有相同嘅編碼同埋解碼嘅規則嚟到處理信息。如果冇共同嘅規則，收發信雙方就難以將信息傳遞，以致無法溝通。呢一個規則就係我哋所講嘅文法 grammar。基於呢一個信念，我上手語課學習之外，我更加開始閱讀香港手語語言學嘅文獻。但我冇手語語言學嘅背景，要花上好長嘅時間嘗試去到理解呢一啲艱澀嘅內容，所以本片或者會有錯誤嘅地方，敬請原諒。首先介紹與本片相關嘅3大詞類，分別係名詞、形容詞、數字。名詞係指稱事物名稱嘅詞彙，例如燒烤係一件事件嘅名稱，車係一個物件嘅名稱，海係一個環境，方先生係一個人嘅名稱等等。形容詞係表示形態、性質嘅詞彙，常用作提供事物嘅附加資料，例如紅色係提供顏色嘅資料，正方形係提供關於形狀嘅資料，冷暖係講緊個觸感、溫度嘅資料等等。數字係表示數量嘅詞彙，例如1、2、3等等。喺表達屬於嘅時候，香港手語嘅語序係手語名加名詞。例如 Peter 嘅電話，我哋喺打手語嘅時間，我哋嘅次序就會係 Peter 加電話。當表達數量嘅時間，嗰個語序就會係名詞加數字。例如，如果我想講2個電話，咁個手語嘅次序就會係打電話2。描述特徵同埋特質嘅時候，手語嘅語序可以係名詞加形容詞，或者形容詞加名詞，兩者都可以。所以如果我想講一張紅色嘅凳，咁我就可以打凳紅色，或者係紅色凳。但係特別要注意嘅就係，有一啲時候呢2個語序可以有唔同嘅語義。例如喺香港手語嘅語序，形容詞加名詞係可以將2個詞結合為一個名稱。我叫呢一個現象叫做名詞化。例如手語語序男加朋友嘅意思就係等於男朋友，係指戀愛關係中對男性伴侶嘅稱呼。但係相反嘅語序呢，名詞加形容詞呢，例如朋友男嘅意思就係等於呢男性朋友，係特指呢個朋友嘅性別係男性。因此手語語序名詞加形容詞係用作描述呢個名稱佢嘅特質，或者為呢個名詞呢去到提供一啲額外嘅資料。再舉2個例子啊。紅蘋果酒店係一個名稱，手語要打紅蘋果酒店。如果打出其他嘅語序呢，就會改變咗酒店嘅名稱，引致誤會係另外一間嘅酒店。而如果我想打8個紅蘋果，佢嘅手語語序呢就會係蘋果紅8個。名詞後嘅形容詞呢，係用作提供顏色、數量等嘅附加資訊，俾蘋果呢一個名稱嘅。最後舉多一個例子啊，例如教小朋友嘅時間，大人就會話啦，
嗰一個紅色嘅湯就係叫做紅湯。喺呢個例句中包含咗特徵嘅描述，紅色嘅湯，同埋名稱紅湯，即係羅宋湯。香港手語嘅語序呢，就會係咁樣打啦。嗰個湯加紅色，名字紅加湯。以下我哋會介紹呢三詞嘅組合，即係一個嘅名詞加兩個嘅描述詞。佢嘅語序呢，就係名詞加形容詞再加數量詞，或者係形容詞加名詞加數量詞都可以。所以例如我要講兩個紅色嘅電話啦，手語我就會打電話紅色兩個，或者係紅色電話兩個都得。但係當表達朋友男兩個或者係男朋友兩個嘅時候呢，就要特別小心分辨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香港手語嘅短片，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